把 Claude 写的文章贴到记事本清掉格式，浮水印就不见了吗？光这样不会。Anthropic 在8月14日公布，未来的 Claude 模型会让生成文字带有 watermark， 但它没有在文章里塞一排透明字元，也没有多加一段藏起来的资料。读者看到的还是普通文字，所以只要内容没有改变 ，Ctrl+C、Ctrl+V 不会因为清掉格式就自动把讯号洗掉。更奇怪的是，既然文字里没有多塞任何东西，讯号到底藏在哪里？语言模型每次往下写，都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合理答案。像是今天的天空有点，后面接灰暗、阴沉，可能都说得通。平常模型会从合理候选里做带有随机性的选择。Claude 的做法是让一把只有检测方知道的 key， 加上前面几个词，参与决定这次的随机选择。它不会为了留记号，硬挑一个莫名其妙的词。一个选择看不出来，可是长文里重复很多次，整串选字就可能形成和那把 key 相符的统计节奏。检测看的不是某个神秘字，而是整段文字像不像沿着这套规则走出来。能验到一种模式，离证明是 AI 写的还差很远。最容易误会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不是一台 AI 测谎机。用 Anthropic 的 key， 它回答的是这段文字有多大几率曾经有 Claude 参与。它不能替你证明原作者是人，也看不出另一家模型用了什么，更不能从浮水印追回某个账号、公司或对话。就算未来的 detector 显示讯号很强，也不能单靠这个结果判定一个学生作弊，或决定文章归谁。Anthropic 说检测 API 还在准备中，官方内部测试则没有看到内容、创意和可读性明显下降。这是官方与相关研究的结果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实测。而且连这个讯号能不能留下来，也要看 Claude 到底改了多少字。这个讯号最需要的是累积。Claude 只回好的，能分析的选字太少，信心自然很低。校正文法也一样，如果原文几乎都是人写的， Claude 只修几个标点，浮水印没有多少地方可以附注，事实句和程式码的自由度也比较小。2+2的答案不能为了留讯号改成5，程式关键字也不能乱换。至于改写，少量修改大概不会立刻清空整个模式，但如果把整篇内容重新写过，累积的讯号就会明显变弱。它不是 DRM， 更不是 Claude 碰过一次就永远跟着文章的身份证，所以这项技术真正改变的不是谁能一键抓作弊。Anthropic 说，这次推出 Watermark 是为了符合欧盟 AI Act 对生成内容标示的要求，而且上线时会先全球套用。图片和支援的档案则走另一条路，用 CRPA Content Credentials 在档案 Metadata 里附上带有密码学签章的来源说明。纯文字没有固定档案可以依靠，所以只能把线索留在生成选择里。这才是这则新闻真正跨出去的一步。模型公司开始替自己生成的内容留下可检查的来源讯号，但请把最后5个字记清楚，讯号不是判决。看到 watermark 可以再查草稿、引用和编修记录，看不到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全文一定是人写的。AI 内容的来源可以多一层证据，责任仍然要由人判断。